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有去无回的神秘岛。在肯尼亚呢，有这样一个名叫有去无回的神秘岛屿。曾经在上面居住过的居民呢，会凭空消失，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多年之后呢，两位来自于英国的探险家在登上岛屿之后居然也神秘的消失了，至今呢也无法查证他们的去向。而日本的著名漫画家松本光司的漫画作品彼岸岛就讲述了600年前的一座全年都有彼岸花开放的海岛上发生的故事。那在这里就居住着吸血鬼与人类和平共处，共同享受这片美丽的岛屿。依据彼岸岛的信仰呢，这里的吸血鬼是被人类视作神明的。人类呢会定期的为吸血鬼供奉鲜血，他们自愿把自己的鲜血供给吸血鬼喝，这也在当地人类看来是一种荣耀。几百年过去了转换到当代战争与大屠杀破坏了岛上的生态平衡，以至于彼岸岛上的多数人因为感染了吸血鬼的病毒而变成了吸血鬼。当全岛皆是吸血鬼的时候他们的饮食也变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发生病变而变成吸血鬼的人类非常狡猾，他们想方设法的诱骗岛外的人类都来到彼岸岛，然后吸食他们的鲜血。另外这些吸血鬼还会威胁被吸过血的人类提供他们在岛外亲朋好友的地址，然后引诱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岛上，以保证有足够的血液来源。而来到彼岸岛的人都再也无法离开，他们或者死去或者感染病变变成了新的吸血鬼。这便是当年松本光司描绘有去无回岛的一个故事。但无论如何彼岸岛是虚拟的一个地方，而人类的消失也是有迹可循的呀。那么现在如果告诉你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真的有一处岛屿踏上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有去无回，但是却没人知道是为什么。来到这个岛屿的人都凭空消失，不留任何的痕迹，你会作何感想呢？而这个恐怖又神秘的地方就位于肯尼亚。肯尼亚是位于非洲的东部是人类发源地之一。这里被称为是最神秘遥远的失落天堂。在这个国家有着古文明的遗迹也发生着深不可测的神秘事件。神秘事件的发生地点就在鲁道夫湖附近了。这里有一个神秘的小岛，当地的土著人给它命名叫有去无回岛。那么这个小岛的面积仅有几百平方米，可以算得上是地势平坦，风景优美，很适合人类居住。现在岛上居然还散落着土著人居住。当前来旅游的游客要求当地的导游带领他们登岛时他们的要求会被拒绝。在一旁看热闹的当地土著人更是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因为土著人会念念有词，而游客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导游就会翻译给游客说，原来土著人是在告诫这些外来的游客不要轻易的探索未知的地方，包括这片岛屿。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被大人们告知这座岛屿是被诅咒过的，凡是登岛的人都会神秘的消失。导游说他们还没有看到过有谁从那一片神秘的岛屿回来过的。查阅历史就可以发现早在1935年一个名叫维维安·福斯的探险家曾经带领一支队伍就来到过肯尼亚的鲁道夫湖附近进行探险和勘探嘛。他们到达肯尼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找一个熟知当地文化的翻译导游。福斯知道肯尼亚的一草一木都带有神的眷顾，所以他一直谨慎行事。但是他的2个同事马丁·谢弗里斯和比尔·戴森却是大胆的行动派。即使有当地人的警告他们也想要登上这座神秘的小岛。这些警告反而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与征服欲。他们与福斯打了声招呼便携带的一些简单的设备就登上了有去无回岛。一开始福斯对当地人的传说并没有当回事儿，毕竟他们来自于科学比较先进发达的国家对于一些神秘不可解的东西他们只是觉得没有找到解释的路径罢了。所以对于这种诅咒的事情这些无神论者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在马丁与戴森离开的前2天福斯并没有担心他们的安全，他还是带领着其他队员在周边进行个勘探。但是5天过去了，马丁和戴森依然没有回到驻地，而他们携带的食物明显是不够维持这么多天的呀。福斯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那2个人有可能是发生了危险了。在当地人的指引下他们派出了救援队就来到了那个小岛。这次登岛他们做足了准备，没有分散行动，而是身上携带的一些当地人认为可以辟邪的东西。每一个登岛的队员都很紧张，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队友发生意外，又怕自己被神秘的力量控制住。然而令他们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他们搜遍全岛居然也没有发现马丁和戴森来过的痕迹，包括他们的帐篷、餐具都无迹可寻。
如果他们真的来过这个岛上，那么他们就应该留下过痕迹啊。但是这些搜索队员们都一无所获。马丁与戴森呢是在他们的注视下登岛的呀。但是现在除了几个空荡荡的房子，几处破败的村落，岛上什么都没有。那好在呢，这些搜救队员都安全地返回了驻地。担心人工搜索呢有遗漏的地方，福斯呢又派出了直升机对小岛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依旧呢没有发现马丁与戴森，连他们登岛的痕迹呢也都找不到。这个时候呢，福斯与队友们才相信当地人的说法是真的。而一位一直关注着事情进展的当地土著呢，在此时就拜访了他们的驻地。他向福斯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小岛上的故事。他说在很多年以前这座小岛呢也是有人居住的。小岛的居民呢都过着捕鱼打猎的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得很是惬意。在岛内的生活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嘛。但是偶尔岛上的居民也会把他们的猎到的东西拿去呢与岛外的人交换，而岛内岛外呢算得上是互通有无。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岛外的人就发现有去无回岛上的居民呢居然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岛外的人就觉得奇怪呢，有几个胆子大的男人就决定去岛上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们到达岛上之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就惊呆了。岛上的村落看上去已经荒废了很久了，而岛上呢空无一人，这里没有发现任何战乱或者是疾病的痕迹，所有的东西呢都像是原来的样子。烤鱼架依然在已经熄灭的火上，而斧头旁边呢有一堆劈过的柴火，锅里的食物呢像是正在等待主人来吃。但是这里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的尸骨。如果他们迁徙了，他们要经过岛外的呀，那是唯一的路径，而且他们肯定也会打包行李嘛。但是他们所有人的生活装备却还像是继续要生活下去的样子。他们就像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一下子被真空吸走了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这件事情呢，对于信仰神灵的肯尼亚人来说他们认为呢，这个岛一定是受到了诅咒，而岛上的人被带往了神秘的去处。其实人类突然神秘消失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在1915年呢，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附近呢，就有人看到一支部队在一朵神秘的厚云之中出现。据调查呢，这是一支真实存在的部队，而真的就神秘的消失了。有一位专门收集人类突然消失故事的天文学家艾伦·海尼就出过一本书，叫《与第三自然近距离接触》。书中就提到过很多神秘消失的事件，里面就说在苍茫的大海深处总存在着人们不可知的奥秘。航海家在航行时呢，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他们惊讶费解的神秘现象。那幽灵岛呢，便是其中之一了。所谓的幽灵岛并不是指某一个固定的岛屿，它是指在海洋中出现之后又神秘失踪的岛屿。早在1831年呢，在地中海西西里岛的西南海域一艘来自于意大利的商船按照计划呢慢慢前行。在进行的过程中呢，船员突然就看到了前面的海上突然升起一个大约20多米高的水柱，而它波及的面积呢足足有几十个平方公里。船员们正在惊讶那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瞬间这个水柱就变换成了魔幻的蒸汽，然后升到了空中。船员们被眼前的景象当时就惊呆了呀！他们在大海上航行了几十年，还没有遇到过如此诡异的现象。蒸汽升空后呢，海平面又恢复了平静，像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8天之后呢，这艘商船船员们载着商品返航的时候又经过这里。在航行到水柱升空景象发生的地方的时候呢，船员们就发现这儿出现了一个布满红色石头、大量死鱼的一个小岛，而且这个小岛还不断地冒着浓烟。联想他们8天前遭遇的奇异景象呢，他们突然就想靠近这个小岛，但是这个小岛的周围的水居然是在沸腾着的，而且小岛周围还浓烟密布，使得他们根本无法靠近。于是船长决定呢就不探险了，他们继续前往目的地航行。等船到了城市的港口呢，闲来无事的船员们就纷纷议论起了这个神秘的小岛。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更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由于这座小岛呢就在航线的附近嘛，几乎每一艘经过的船只都发现了它，而且人们就发现这个小岛在不断的生长着，它由最开始的4米呢长到了60米，而面积呢还在不断的扩张，最后呢长成了8公里的一个岛。而船员们的发现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这个小岛呢从无到有，又身处要塞，各国为此岛的归属呢吵得不可开交。一些国家还派出了科研队去考察，并打算呢在这个从天而降的小岛上建立驿站。正在各国为争夺小岛的主权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这个小岛好像厌倦了人们的纷争，它就开始慢慢的缩小了。几个月的功夫呢，它竟然消失不见了。但是这座岛屿呢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它好像在与人类捉迷藏一样。在1950年呢，它在同一个地方又出现了，但是随后呢又消失了。人们对它的神秘好奇又恐惧，便把它命名为幽灵岛。而对于幽灵岛的威力与神秘呢，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日本与美国了。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美国集中大量的兵力轰炸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而日本呢在与美国的交战中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呢，让日本损失惨重。为了转移一些伤员以及战略物资呢，日方就选择了离其军事基地不远处的一个无人居住的海岛。这是日本侦察机在无意之间发现的。这里呢鸟语花香，山清水秀，而它的位置呢又相对隐蔽，是一个理想的后方。日军呢就把1000多名伤兵与一些战略物资就搬到了这个荒岛之上，留下一些粮食和医疗用品呢，然后又去前方作战了。留在小岛的伤员与医护人员都感到很幸福，因为这儿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战火的袭击又丰衣足食，环境美得让他们好像回到了家乡一样。只有偶尔呢他们会与外界联系才使得他们惊觉原来他们还处于战争之中。这座小岛上的伤员呢与外界的联系是通过无线电的，有的时候呢前方还时不时的会送来一些伤员的物资。但是1个月之后呢，前方的日军呢用无线电突然就联系不到这座小岛上的人员了。他们推测是美国的军队发现了这个岛屿并已经将其占领了吗？为了解救那些伤员和医护人员日军还派出了飞机与战舰，他们声势浩大的要与美军当时殊死一战。但是当日本的飞机和军舰抵达这座小岛的位置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这座小岛呢与他们的伤员以及战略物资全部都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美国也侦察到了日军这个后方的基地，而当时的侦察机的飞行员还详细的拍摄了相片并拿回去做战略部署。但是等到美国的军舰前来攻占小岛的时候呢，留给他们的也只是茫茫的海面了。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美日两国都很好奇这座岛屿与岛屿上的这些伤员以及物资到底去了哪儿。两国分别派出专业的海洋勘察队以及潜水艇呢，在这一海域进行过全面的搜索。但是两国的搜索呢都一无所获，他们既没有找到小岛的影子呢，也没有找到任何遗留下来的伤员的遗体与物资。这个小岛呢就连同1000多条人命就这样神秘的消失了。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呢，美军也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建造了一座雷达站，并留下来几十名美军呢维护这个雷达站。而这个雷达站呢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与美国总部保持联系的。但是在雷达站建成3个月之后呢，美军总部就突然收不到这个雷达站传送的电波了。而美军预测呢，雷达站是很可能被日军攻陷了，于是迅速的派出了支援队伍前去救援。但是他们的侦察飞机搜索了几天呢，也没有找到这个雷达站所在的小岛。而美国呢，迅速派出了潜水艇进行搜索，但是在海底呢，也找不到小岛的踪影。而这些幽灵岛呢，似乎喜欢呢与人开玩笑。几十年之后呢，世界格局由2战变为了冷战嘛。同样是美国呢，在199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呢，在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建立了一个与间谍卫星相呼应的监测站，用来监测当时他们最大的对手苏联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那这个监测器呢特别的厉害，凡是在这个海域出现的船只、飞机甚至连一只海鸟呢，都会被它传送到美国的五角大楼。但是呢，在1991年的圣诞节后呢，这一座岛屿上的监测站呢，突然与五角大楼就失去了联系。这就让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大为震惊，难道是苏联发现了他们的监视行为了吗？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把他们的监测器摧毁了吗？但是由于师出无名呢，他们只能悄悄地调查此事。但当他们的战舰悄悄地抵达间谍岛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它居然已经消失了。美国国防部还不相信什么诡异的神秘事件，他们于是调出了卫星图片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得出的结果就是呢，他们的这个间谍岛屿没有移动过，它是在原来的位置上凭空消失的。但是到底是如何消失的呢？卫星图片不能够给出任何的提示，这不由得就让人回忆起了1942年在太平洋战争中美日双方神秘失踪的那个小岛了呀。为了揭开谜底呢，美国国防部迅速召集了地质学家与海洋学家，对这一带进行了详细的勘探。但是结果呢，令所有人都很失望。科学家们呢，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呢来解释间谍岛屿为什么会消失，因为这里呢不曾发生过任何地质的变化。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苏联炸毁了这座小岛嘛。但是从实际的操作出发呢，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呀。
因为要运送几千吨的炸药，不可能不被发现呀。那么间谍岛是怎么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呢？而海洋地质学家们对幽灵岛的神秘出现又消失的时间各执一词。法国的科学家就称呢，幽灵岛的形成呢是由于撒哈拉沙漠下面有巨大的暗河流入大洋，致使沙土堆高而形成临时的岛屿，然后又由于受到海水的冲击呢，小岛被冲散。这种说法呢显然太过于想象了，因为这些消失的岛屿构造呢并非是沙土而是一些坚固的岩石。美国的海洋地质学家金利高洛尔就认为呢，幽灵岛的出现与消失可能与地震、海啸等强烈的海底板块分裂有关。更多的学者呢，则认为小岛的出现与消失与火山活动有关。它们的消失呢，可能是由于火山活动而引起的小岛所在的地方的地面下沉，从而导致了小岛陷落消失。关于幽灵岛的消失呢，人们众说纷纭，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呢，能够解释它为什么会消失。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